公元705年呢，神都洛阳，一场血腥而决定性的政变，在清晨的寒风中与攻城的静默中悄然爆发。80多岁的女皇武则天呢，正在她人生的终点站长生殿中与病魔纠缠。然而呢，她并未预料到一场由太子和老臣发起的夺权行动，正以最惨烈的方式为他的武周王朝，也为他的个人统治画上句号。刀光剑影之下，被太子李显率领的大臣们当场斩杀的是当时权倾朝野、地位比肩宰相的2位年轻人张昌宗和张易之。当我们谈论历史上的男宠权臣，脑海中往往只浮现出面首、玩物丧志、祸国殃民的标签。他们似乎呢只靠美貌和床笫之术上位，是权力斗争中的软肋附庸。但如果历史果真如此简单，又如何解释这对兄弟张昌宗和张易之能够在当时天下第一精明的女政治家武则天身边，仅仅几年的时间，就从籍籍无名的戏子一跃成为5品以上皆需服侍的超级权臣？这才是历史的诡异之处。这对兄弟绝非仅仅是女皇私生活中的装饰品，他们不仅是武则天晚年情感上极重要的慰藉，更是她政治上最得心应手的工具，是她用来平衡宗室、打击旧臣，甚至筹备权力交接的一把锋利的双刃剑。今天的历史解说就将揭开一个反常识的真相：历史上的男宠权臣，尤其是在武则天时代，他们绝不是单纯的面首，而是古代帝制权力结构催生的一种政治怪胎。他们是女皇手中最锋利的刀，也是最终割裂她统治的毒药。武则天这位最擅长用人、最精通权术的皇帝，为何会选择并重用张氏兄弟呢？他们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他们的崛起和覆灭，对于武周王朝的历史转折又意味着什么呢？首先，我们来做一个必要性的历史概览和统计，明确我们的分析基础。从秦汉到明清，史书上记载的通过皇帝的个人宠幸，而非传统制度路径获得最高的男宠权臣，并不少见。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群体。汉代男宠的代表人物董贤，他的特点呢，权力滔天，位列大司马，封侯。它的局限性呢，权力来源于皇帝的纯粹个人意志，缺乏行政、军事和世家门阀基础。哀帝一死，权力立即崩塌。武周男宠代表人物薛怀义、张昌宗、张易之，他们的特点呢，权力达到极盛，直接参与国家政治、军事和财政决策。他们的优势呢，武则天对他们的授权是系统性的，具备行政基础的。我们不能将所有的男宠一概而论，我们需要的是具有极致的政治影响力和高度的争议性，并且呢，其兴衰直接牵动整个王朝命运转折的核心对象。张氏兄弟呢，掌握了禁军和财政，不仅权力高度集中，更是武周政权末期权力斗争的晴雨表。他们的存在直接牵动了唐朝复辟的关键进程。因此，我们的核心分析对象就是这对在历史上留下复杂印记的兄弟张昌宗与
张易之。张昌宗呢，字宗之，出生于中下层官僚家庭。与其他通过科举或军功入仕的官员不同，他的入宫路径是技艺与美貌。他最初是一个戏子，擅长歌舞和音律。在唐代的宫廷，许多擅长表演的美貌俊美的男性被称为内廷供奉。他们首先是高阶的艺术家。据史料记载，公元695年左右，张昌宗被太平公主引荐给当时年过70的武则天。《旧唐书》记载，张昌宗年少美貌，玉貌雪肤，眉目如画。他不仅容貌出众，情商也极高。他能歌善舞，还热衷于当时流行的炼丹术，试图通过延年益寿的话题讨武则天欢心。武则天当时身体衰弱，精力不济，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她需要一个能让她放松、心情愉悦且能完全信任的人。张昌宗呢，满足了武则天晚年对青春活力和奉承的心理需求。张昌宗他出身低微，没有强大的门阀背景，确保了他在武则天面前呢，永远只可能是依附者和执行者，不会像李唐宗室或武氏宗亲那样构成对女皇权力的威胁。张昌宗呢，被授予云魔将军、左牵牛中郎将等贴身侍卫系统的官职，随后又升迁至左京无卫大将军。他被赋予了护卫和耳目的职能，成为女皇身边最隐秘的内卫长官。如果说张昌宗是武则天的情感偶像，那么他的哥哥张易之就是更具政治野心的权力操盘手。张易之字五郎，也是因弟弟引荐而入宫。《资治通鉴》评价张易之巧慧过之，善于迎合。他比弟弟更懂得权谋，更具政治嗅觉。张易之入宫后，对他的宠爱甚至超过了张昌宗。他官拜司农卿、左羽龙卫将军等职。司农卿呢，是掌管国家财政和农业，张易之掌握了经济命脉。左羽龙卫将军是直接负责宫廷和京师的警卫，掌握了禁军实权。张易之的核心价值在于他敢做，能做武则天想做但碍于皇帝身份和声誉不便去做的事情。张氏兄弟呢，成了武则天清理政敌的打手和密探，他们直接参与了对武氏宗室的监视和打击。兄弟二人呢，利用女皇的宠爱，广结朋党，形成了以他们为核心的利益集团。他们甚至在宫内拥有自己的府邸和侍卫，享受超亲王的待遇。《资治通鉴》中记载，5品以上皆需服侍，世人真以其门为荣。这句话揭示了他们的权力的极端性。5品以上的官员都要向他们兄弟行礼甚至巴结，他们实际上成为了女皇的影子政府。张氏兄弟的权力巅峰是他们被封为国公的边缘，虽然最终因大臣劝谏而未遂，但武则天对他们的看重和授权已经打破了所有的制度约束。然而，这种超速的非制度性的权力增长，必然带来一个巨大的历史隐患：权力失衡。他们迅速的膨胀的野心对朝臣的蔑视，比如在万象神宫的宴会上的骄横，都为他们积累了致命的仇恨。
武则天呢，利用他们打破了旧有的平衡，他们反过来利用武则天打破了制度的边界。他们不再是单纯的工具，而是逐渐成为一个权力中心。这为他们最终的悲剧埋下了伏笔。张昌宗呢是俊美偶像派，更侧重于私人情感和宫廷娱乐，他是女皇放松身心的钥匙。而张易之是精明权谋派，更侧重于权力渗透和政治执行，他是武则天最后的那把刀。此前呢，还有野蛮和粗暴的薛怀义，他的权力基础是佛门势力和军事，但是他狂妄自大，行为失控，最终火烧明堂，被武则天亲自下令处死。他的结局证明了武则天对宠臣的容忍度有明确的政治底线，绝对不能威胁到他的核心权威和国家象征。而张氏兄弟，武则天对他们的授权更深、更系统，他将他们视为政治接班安排中的一个重要棋子。张氏兄弟是武则天为了制衡复杂的武氏宗亲、李唐宗室、宰相和旧贵族体系而祭出的非传统制衡力量。他们的存在让武则天能绕过传统官僚机构，直接掌握权力核心。公元704年呢，武则天已经80高龄，身患重病，久居深宫。宰相们无法面见女皇，重要的政令从张氏兄弟的私宅传递。此时的张氏兄弟呢，已经从工具变成了代理人，影响力之大已成事实。李唐复辟派对抗张氏兄弟集团，李唐派呢以宰相张建之为首，他们是忠于李唐旧制的老臣，核心目标呢是匡复李唐社稷。张氏集团呢，他们的权力完全依附于武则天，客观上成为了武周王朝最后的保皇派。神龙政变呢，关键在于时机和正义性。公元705年呢正月，武则天重病不愈，以张建之为首的5位大臣联合禁卫军，假传圣旨，率领500余人冲入内宫。禁军呢直捣长生殿，在女皇病榻前，张昌宗和张易之被当场斩杀。武则天呢吃惊地问：谁在此作乱？宰相们回答说：张易之、张昌宗阴谋造反，臣等奉太子令诛之。武则天呢看着太子李显，愤怒而绝望。政变发生的第2天呢，武则天被迫传位给太子李显，唐中宗复位，史称神龙政变。张氏兄弟呢被官方定性为奸逆小人、乱政之源，他们的党羽被大规模的清算。张氏兄弟的覆灭标志着武则天晚年的那种高度个人化、非制度化的统治模式的失败，男宠的概念被彻底的污名。神龙政变呢，对李唐的冲击是开创了通过军事政变废立皇帝的先河。政变成功，让朝廷的大臣们尝到了通过暴力干预皇帝继承权的甜头，直接导致了中宗、睿宗时期更为频繁和血腥的权力斗争。张昌宗和张易之的故事呢，它是一面映照古代帝制权力本质的镜子。权力的需求是多维的，武则天需要的不是一个简单的玩伴，而是一个既能提供情感慰藉，又能充当政治打手的复合性工具。他们的死呢，终结了武则天的统治，开启了唐朝的复辟，
也为后世所有想要以宠代权的人写下了一个血淋淋的教训：权力终究要回到制度的轨道上来。那么，如果你是当时的太子李显或宰相张柬之，面对这对兄弟，你会选择用何种方式来结束他们的政治生命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感谢收看。